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集说到无惨搜寻朱氏的记忆，得知蝴蝶忍曾和朱氏研制出了老化的药，而如今他老化了足有9000年。随后小八内加入战局，虽然双眼失明，但也在探长的帮助下和迪丸共享视野，实力再次恢复。两人白蛇火龙相交，共同击战无惨。这场战斗也终于开始了反转，而战斗之外，祢豆子也终于赶到了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又将会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城市外的田野里，祢豆子步伐越来越慢，眼看着目的地就在前方，但那一股陌生又熟悉的名为汗水的东西，却始终拖着他，不让他前行。那只属于人类的眼睛里，一幕幕埋藏在心底的面孔浮现在眼前。弟弟妹妹还有妈妈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自己原本属于这么一个美好又幸福的家庭啊。直到那一晚，一个陌生的男人闯进了家门。想到这儿，豆子本能的紧闭双眼，因为他知道，在弟弟妹妹的叫喊声下，那个妖异的男人仍旧面无表情的杀害了他的家人。才注入这点血液，就当场暴毙了。要制造出能克服阳光的鬼，果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记忆到这里便断开了，但停留在那一刻的深恶痛绝，却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。突然，画面又出现了，那痛哭流泪的是哥哥。那场血液的争斗也终于响起来了，脑海里的画面突然如潮水般向他涌来。那个血液里的剑客一言不发便要杀了他，但后来又开始护着他。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曾告诉了他，所有人类都是他的家人，还有这个姐姐和他身边的少年，他们身上散发着家人的气味，让他感到了温暖。还有这个整天在耳边大喊大叫的家伙，虽然很闹腾，但有他在，大家似乎都很开心。而这个戴着猪头面具奇怪的人，总是给他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，貌似就是最珍贵的。不断涌进脑海里的画面令豆子快喘不上气儿了，但画面还在继续。脸上布满疤痕，但却是无比温柔的人，用血来试探他凶神恶煞的人，还有那些年龄并不大，但后来都能和恶鬼以命相搏的人，还有愿意和他玩耍的2个朋友和3位妹妹，以及那个温柔似水的姐姐。尽管心里痛恨着恶鬼，但也接受了他。这个男人就像散发着灼热光芒的太阳一般，他的羽衣照耀着身边的人，就像守护神一般，但后来似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还有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和他身边哭哭啼啼的3个大姐姐，还有那些都戴着奇怪面具的人，以及长相凶恶实际上很温柔的少年，还有那个年龄和他一般大，却也和其他人一样和恶鬼拼命的少年。太多的记忆混杂在脑子里，压得他喘不过气儿。那些零碎的记忆就像纠缠在一起的丝线，怎么也理不清楚。但这时一双手伸了过来，祢豆子。脑子里记忆的丝线突然被牵动了起来，一股剧烈的疼痛，仿佛下一刻他的脑子就要爆炸了。放心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哥哥都一定会保护你。终于，记忆的丝线被太长带动着，重新回到了正轨。祢豆子的记忆终于恢复了。我的家人被鬼杀害了，我是灶门祢豆子。这一刻，无论是眼睛还是利爪和尖牙，包括记忆都恢复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昭告着祢豆子已经变回人类了。而另一边，战斗还在继续，坚持住，能拖1秒是1秒。我能感受到那些家伙正在恢复生机。我知道了，之前发起的那股猛攻并没有杀掉那些碍眼的猪，他们应该已经受了致命伤，但却一个都没有死掉。正如无惨所料，御史郎正在替所有猪疗伤，已经做好了帮他们恢复意识和无惨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决心。我之所以没能干掉他们，都是因为这家伙。不，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这个名为鬼杀队的混账组织。所有人都舍生忘死，才把我逼到如今这般田地。这时乌鸦通告着，距离日出还有35分钟。战斗已经结束了，没必要再承担更多风险了。无惨的动作令太长一惊，这股神情难不成？只见下一刻，无惨的手臂突然开始膨胀，太之郎瞬间明白了，赶紧告知小八内，无惨这是打算自爆逃亡了，会一瞬间分解成无数细小的肉片逃跑。他一旦成功，光凭他们2人是根本阻止不了的，所以必须趁现在同时攻击他的12处要害。可就在这时，无惨膨胀的手臂突然停了下来，下一刻竟然慢慢的变小了。这一幕不仅令太郎愣住了，无惨自己也懵了。我居然无法自爆，也就是说，那个臭女人在我体内注入了恢复人类的药、老化的药，还有阻碍我自爆3种药物吗？该死的朱氏！真遗憾，回答错误。
突然间，无惨一口血喷出，应该是4种才对。在前3种药物将你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后，第4种用于破坏细胞的药就会开始生效了。别着急，你最厌恶的死亡很快就会降临了。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杀掉你而变得比你更强，只要设法让你虚弱就可以了。正如你为了活下去而无所不用那样，我们为了杀掉你也是不择手段的哦。朱氏就如同追魂索命的无常一般，一直蚕食着他。正常来讲，这应该是毫无意义的。只要不是那个男人的褐刀，他们造成的伤害对我根本造不成威胁。再生所消耗的体力，甚至都不足以令我产生疲劳感。然而，朱氏所准备的4种药物，让那些原本毫无意义的攻击也变成了威胁，以至于把我逼到了这般地步。我是真的没有料到，这个女人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如此恐怖的药物，并且和用在童魔身上的完全不同。我也是第一次接触，所以分解起来就格外耗时。但你们也太小看我了。无惨突然停下了动作，探长也猜到了是朱氏小姐的药物起作用了，能影距离日出越来越近了。突然间，一股剧烈的冲击波从无惨体内爆发，探长和小巴内都中招了。烟尘消散后，只见无惨的胸口裂开了一张长满獠牙的巨口，从右肩一直延伸到左腿。刚才的恐怖冲击波就是这张巨口所发出的。而此刻中招的探长倒在地上，全身上下都在不停的抽搐，就如同被敲击的钟鼓一般，就连呼吸都做不到了。难道就要这样眼睁睁看着无惨逃跑了吗？刚才的冲击波覆盖了整个街道，负责窥探战斗的乌鸦也没能幸免。更恐怖的是，通过符咒观察战况的惠利在一边同样也受到了波及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小巴内和探长怎么样了？可符咒已经错位了，关于战局的情报也中断了。而此刻距离日出仅只有25分钟了，就差最后一点了，拜托了，还有其他可以战斗的人吗？而战场上，探长极力想起身去阻止无惨，但刚才的攻击令肺部都中招了，这样下去恐怕真的凶多吉少了。而无惨的身影则越来越远，难道真的要这样结束吗？突然间，一道身影挡住了无惨的去路。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绝饶不了你！原来是一只猪。太子郎看清了来人，焦急的让猪头小心。可话音刚落，无惨的胸口一阵抖动，又要发动那一招了。但下一刻，那般攻击并没有出现。用不出血鬼术，太过疲劳了吗？为了保护俺们几个，念珠大哥的腿断了，中分角挂大哥的胳膊烂了，还有那些倒在地上的人，都是跟俺一起吃过饭的伙伴。还回来！你把大哥们的手脚、伙伴们的性命都还回来！如果你还不起，就乖乖给俺死上个100万次来赎罪吧！满腔的怒火驱使着猪头杀向了无惨。虽然他知道他一个人是敌不过无惨的，但眼下也只有他能战斗了。太子郎心急如焚，但奈何他自己都快没命了。而千钧一发间，一道快如闪电的斩击砍断了无惨的臂膀，将伊之助救了下来。伊之助坚持住，太子郎还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原来是善意。太子郎，除了活下去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能听见吗？你不会死的，绝对不会。你会和已经变成人类的豆子妹妹一起回到故乡去，家人们还在等着你们回去呢。无惨下一招就要直接结果他，伊之助从天而降，替他挡住了这致命一击。不管是伊之助还是善意，在这一刻都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在其他人没有赶到之前，他们必须用血肉之躯挡住无惨。而一旁的太长听错了善意的话，不再关注几人的战斗。此刻他必须想办法进行自救。既然神经的抽搐是无惨的血鬼术造成的，那日轮刀说不定可以消除它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极力控制着颤抖的手，举起了刀，毅然决然地从胸口刺了下去。虽然这一刀避开了内脏和血管，但这只是他的猜测而已。如果不能令他停止抽搐，那无疑是雪上加霜了。连手都抬不起来了，身体像铅块一样沉重。又爬起来了吗？哼，无论踩上多少脚都不肯死掉，一个接一个不停地从我脚下爬出来。这一群该死的害虫！不管是受了多重的伤，只要还能重新站起来，在完成使命前，他们是绝不会停下脚步的。无惨也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这场血战即将迎来落幕。而太子郎孤独一掷的希望，能否让他找到生机呢？
那么本期无惨篇6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最后的血战。那么这场大战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另外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其他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